这位就是埃及的乾隆了。某种意义上来讲，其实它就是连接了开罗的过去和未来。这个少儿不宜，别看下面。死亡不是终点，被遗忘的才是。哦，就直接把内脏放到格子里啊？对。这个就是埃及的武则天了。埃及政府难产了22年的大埃及博物馆，现在终于开馆了，而且馆内展出了超过10万件的文物，有3万件呢是从未展出过的。我们今天就带大家进去看看有哪些稀世珍宝在里边。我们一进到广场这里，就能看到这个悬空的方尖碑。那么这个呢是世界上第一座悬空方尖碑，架起来并不是为了让它看起来更高更大啊。因为当年拉美西斯2世在这个方尖碑下面刻上了他自己的名字，所以博物馆为了让大家都看得到，对，都看得更清楚，所以就把它架起来了。但是很遗憾的是，我们两个今天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这儿来，结果发现因为是室内面，所以都围起来了，啥都看不见。太坑了吧！它这底下挖了个小洞，你说这谁能看见呀？问题是他要让我们进去啊，他都不让我们进去，你看都围起来了，太离谱了。你看这个水池，看到没有？它的形状是波浪形的，因为在古埃及里边，那个水的渗出体就是3个波浪形的形状，所以说这个设计是跟那个渗出体结合起来了，还是蛮有趣的。这小水池，在整个大埃及博物馆呢，会看到非常多的三角形的元素，毫无疑问，这三角形就是来源于金字塔。这个就是博物馆的大门了，在大门的上面会有很多的王明圈，就是法老的名字。你仔细看，上面还有个洞呢。那不会是因为没建好吧？那个是博物馆的一个很巧妙的设计，待会进去给你说一下。在这个博物馆的外墙有一整面墙的王明圈，然后这个王明圈呢就是胡服的那个王明圈了，旁边的这个就是阿夫拉的王明圈。古埃及人最怕的一件事情并不是死亡，因为他们觉得死亡是生命的中断而不是终点。他们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被除名。因为他们相信一个人的名字只有被记录下来了，他死后才不会消失。所以你会看到很多法老把自己的名字刻在王明圈里边，就因为他们死后希望能够长存于世。这一点我觉得跟《寻梦环游记》是一样的，里面也说过，死亡不是终点，而被遗忘才是。所以说古埃及人他们最害怕的就是名字被抹除掉。高12米，重达80多吨的，这个就是埃及的乾隆了。所以大家知道为什么他没有被大英博物馆给偷走了，因为它实在是太重了。那拉美西斯2世这个法老还蛮有趣的，他是埃及第2高龄的法老，活了90多岁了。说因为他活的时间太长了，所以他的孩子继任的时候就已经60多岁了。也因为他活得很久，所以他生了150多个孩子。在帝王谷里边，最大的墓并不是法老的墓，而是拉美西斯2世孩子的墓。就他生的王子和公主太多了，然后里面有一个墓呢是有超过120个墓室的，就他孩子的墓。拉美西斯2世钦定了几个继承者，但是都没有他活得长，所以他是一个埃及里面比较出名的法老啊。那回到最开始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王明圈上有这么大的一个缺口呢？其实这是大埃及博物馆的一个很巧妙的设计那就是在每年的2月22还有10月22的时候，太阳光会通过那个孔洞直接照射在拉美西斯2世的雕像的脸上。那这一个设计的来源呢，其实就来自于拉美西斯2世的那个神庙阿布辛贝神庙。那个神庙呢，它也是这么一个设计，在每年的这2个日期的时候，就阳光会通过60米的长廊照射在拉美西斯2世的雕像的脸上。这个大埃及博物馆的票又涨价了，现在是1200埃及镑一个人，而且你看这个票是空白的，不像金字塔的票，它有那个很漂亮的图案。也可能是试营业阶段半成品。对呀，就是个半成品，太坑爹了。一进到这个博物馆里面，就能看到这里面有各个时期法老的站相和坐像摆在这个阶梯上面，所以我觉得这个埃及大博物馆建成最开心的其实就是这些法老们了。毕竟让他们从一个大的集体宿舍搬到了这个大平层，如果他们泉下有知的话，他们一定高兴死。你知道为什么大多数的雕像，这些法老雕像的鼻子都被破坏掉了？不知道为啥？因为他们古埃及人相信灵魂是可以寄存在雕像里边的，所以说当盗墓者进入到墓室里面，他第一个破坏的就是法老的这个鼻子，就让这个法老里面的那个灵魂不能呼吸，让他死掉，这样子呢就不能被报复了。所以他们心里面还是害怕的，就害怕这个里面的灵魂。法
法老可能真的有诅咒。这是我认为埃及法老里面最帅的一个阿肯纳顿，他是一个异教徒，法老里面的异教徒，废除了多神教，创立了一神教。大埃及博物馆最遗憾的一件事情，图坦卡门馆没有开，在我背后关着呢。现在只是试营业啊，可能得1年之后再开，谁也不知道。但是到时候的票价可就不是1200了，我感觉可能是2400一个人了。哦，对。这个就是埃及的武则天哈谢普苏的那个方尖碑的顶部最尖的那一部分了。哈谢普苏的方尖碑以前给大家介绍过啊，特别高、特别大的一个方尖碑，从那个阿斯旺的做好运过来的。这个只是它顶上小小的一小块，但是因为他争夺了王位，流放了法老，是他死之后呢，法老就将他的所有存在的名字、还有雕像、还有方尖碑都损坏了，而这个留存下来的就是一个顶顶的尖。看到没有，到处都是法老跟神一起玩拉拉手做好朋友。这个拉美西斯是在埃及的存在感特别强，因为他特别的自恋，是在位时间建了好多雕像的。只要是出土3000年以上的那些雕像，你猜不准是谁的，就是拉美西斯2世的雕像，准没有错。那他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帅啊，很自恋？他可觉得自己帅爆了。哦。那按照你刚才那个逻辑，我知道了，这个肯定是拉2，是不是？是吗？还真是。所以我那套理论是对的。理论太厉害了。我特别好奇的是，在埃及一个这么大的博物馆里，它所有的释义竟然第一个先是日语，其次后面才是其他国家语言。而且你发现没有，大埃及博物馆门口那个牌子也是日语。对啊，其实因为日本有资助他们，有给他们贷款建这个大埃及博物馆。哦，是这个原因啊。对，所以相当于冠名。这差不多。是吧？对。我觉得整个大埃及博物馆设计的最棒的地方就是这里，就是这边大窗户正好对着外面的3个金字塔，然后旁边这个展厅就是展出跟金字塔相关的文物，而且在这个大落地窗这里拍照真的很好看。确实是。对啊，它外面正好对着这个金字塔，而且它正好建在金字塔跟开罗市区中间的位置，所以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其实它就是连接了开罗的过去和未来。整个大埃及博物馆呢，它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布展。你看，有这个中王国时期、新王国时期，然后还有晚期，而且每一个时期呢，它还分为社会、王权，还有信仰。所以它这个展厅一共有12个支部，这些就是海特菲利斯皇后的陪葬品。这个皇后大家可能不知道是谁啊，但是她的儿子你一定知道，就是胡夫。没错，就是胡夫金字塔的主人。而这些陪葬品呢，它的陪葬品就是从那个胡夫金字塔旁边挖掘出来的。很漂亮，这里面呢有那个枕头，有他的床，然后还有这个座椅，而且最漂亮的还有一个东西，待会带大家去看一下，就是他的银手镯，就是这个银手镯了。在那个时候，银比金还要贵，而且上面镶嵌了那个蝴蝶宝石，特别漂亮，特别的珍贵。在他的陪葬品旁边呢，就是皇后的石棺，还有他的内脏盒了。全是雪花石制成的，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卡诺皮斯罐，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盒子，里面放的就是内脏。哦，就直接把内脏放到格子里啊？对，你往上拍，从上面顶上拍下去。内脏真的在里头啊？真的在里面。啊？我以为你是这样我的呢。谁那么无聊骗你啊？我还以为他会把那个内脏拿到旁边摆着，那有点太露骨了哈。对。这个雕像的法老很牛逼了。别的法老一生只建1座金字塔，他建了3座金字塔。这个法老就是斯尼夫，刚刚我们说的那个皇后海特菲利斯的丈夫，他为金字塔技术的进步做出巨大的贡献。前面2个金字塔呢，都是因为角度过大，还有技术不好而坍塌了，就最后的一个红色金字塔才得以保存下来，就是我们所熟知的现在金字塔的形状。也正是因为他的不断试错，还有不断的尝试，才让我们看到日后他的儿子胡夫建设出更宏伟、更大的金字塔。不过你发现了吗？你刚才说话的时候，它背后就是金字塔。哦，对哦。哇塞！它这个设计真牛。这个巧思绝了。哇，这里好多头，有1个、2个、3个、4个、5个、6个。哎，
7个，这怎么有7个 ？Hello， 你别说，你可真像呢，好像法老的大耳朵。我像法老，超级像。我像哪个法老？你让网友说像不像？他说我像蒋龙，是蒋龙吗？是。这个就是埃及的武则天了，哈谢普苏女王。你仔细看一下，她虽然是女人，但是她的身子还有胡子都是男性的特征，她胡子是假的。要建成这样子呢，是因为她让自己的继承变得更加的合法。这个雕像真的很完美保存的。这个形象就是书立了，它就是印在这个200块钱埃及镑上这个形象。其实呢，他就是古埃及的书记员啊。书记员就是呢，他精通文字还精通阅读，所以说呢，在那个时候他是非常神圣的一个职业。然后呢，他懂得文字，懂得阅读，所以说大家觉得这个职业很神圣，并且经常的把它跟那个智慧之神托特联系在一块儿。所以过去的人其实只要读书会写字，然后他们呢就可以变成书吏，然后也是一个普通人的上升通道了。哇塞，太漂亮了吧！他们是以动画投影的方式，把帝王谷的那些壁画制作的过程投影到这里了，真的太震撼、太美了。你看这里的是木棺材，这是贵族的木棺材，经过3、4千年，看到颜色还有图案，还那么好保存的。这些木材呢是来自于黎巴嫩的，是雪松木。直到今天我们还看得到黎巴嫩的那个国旗上边还是雪松木的那个图案。这个木材在当时来说算是奢侈品了，因为算是进口的。这个棺木上边有咒语和图案的，经过时间的推移，这个就变成了帝王谷里面的那个亡灵书，他们刻在棺木上边。哪一个？这个是装的卡洛皮斯罐的箱子啊。你看，在这个时候，卡洛皮斯罐它还是人头的。哦，真的哎。嗯。后来已经不是了哈。后来就变成了赫鲁斯4个儿子，4个孩子，4个孩子。这还有个动物的木乃伊是什么？鳄鱼。天哪，这大鳄鱼这么大个！超大的一个鳄鱼木乃伊。因为鳄鱼那个时候也是神，对不对？对，鳄鱼神好像是索贝克。成鳄鱼干了。我在想鳄鱼干好不好吃啊？鳄鱼肉反正有人吃。你看这个是猪鹿的木乃伊。哇，给猪鹿都做出木乃伊啦。这个少儿不宜，别看下面。这个也是智慧之神托特的一个形象，就是狒狒的形象。它还有另外一个形象，就是猪鹿。这个托特呢，你可以理解为古埃及掌管高考的神吧，所以管智慧的，文学、数学、天文，然后各种东西都精通。所以要高考的得拜一拜，对不对？对，如果高考学生来到这里，必须得拜一拜托特。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阿肯纳托法老，就是埃及法老中的异教徒。他当时是因为废除了多神教嘛，要创立一神教，所以呢被祭司所记恨。然后在他死后呢，就被官方除名了，就很多的雕像被破坏了，然后还有很多的名字被划掉了，就埃及人最怕的名字被划掉，包括图坦卡蒙。所以说后面的人都不知道有图坦卡蒙这个法老。所以才直到在帝王谷挖到图坦卡蒙的墓，他们才知道原来图坦卡蒙这个法老是真实存在的。他长得好像张亮哦。哦对，这旁边呢就是阿肯纳顿创立的神了，阿吞神。你看他跟我们之前看到神不一样，他不是什么猫啊、鳄鱼啊，还有牛啊，他就是这样子的太阳光线，然后上面是一个太阳，就是那样子的一个太阳。那太阳光直达到人们的手上，还有大地。赐予大地还有人们力量。那这个博物馆和那个老博物馆你都去过，你觉得这两个哪个更值得去啊？我觉得目前来说的话，肯定是旧的博物馆值得去，因为这个新的博物馆最重要的2个厅是什么呢？一个是图坦卡蒙的厅，然后还有就是太阳船，不过在太阳船，但是都没有在这里，就还没有开呢都。所以说这个博物馆现在只是一个半成品，重要的东西都没有搬出来。所以说还是比较遗憾的，今天我们没看到。所以说，如果大家来的话，还是去旧的博物馆比较好。